为何日本的风俗产业如此发达，而那些从事过这种工作的女人还能重新回归家庭吗？看完这部由3名风俗女真实经历所改编的电影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。女人名叫梁子，结婚多年迟迟没有孩子，眼看即将度过最佳生育年龄，丈夫却总是和她分房睡。更让女人崩溃的是，丈夫宁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看小电影，也不愿和她有任何亲热的举动。平淡的婚姻生活早已磨平了梁子的热爱与激情，日复一日履行着家庭主妇的职责，她的内心越来越空虚，看不到光明的梁子需要自救。因此，女人决定与经纪公司签约，以一种大跌眼镜的方式开启新生活。也许是看出了梁子内心的紧张与羞涩，所以在签合同时，经纪人不断用言语安慰着。随后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房间，经纪人示意她将衣服脱掉，说是为了给梁子做宣传，需要拍一些大胆且露骨的照片。女人听后照做，这也意味着她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踏出了艰难的第一步。梁子不打算回头，即使面对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父亲，也丝毫没有想过悔改。姐姐希望梁子努力一下，尽快怀上身孕，让不久于人世的父亲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。她表面上答应下来，内心却一阵苦笑。姐姐又怎会明白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呢？从医院离开后，梁子立马赶到拍摄现场。她身材好，颜值高，试镜自然不成问题。然而世俗的道德却像一杆标尺，无情抽打着女人的灵魂。不管是对丈夫的背叛，还是对家人的隐瞒，都让梁子倍感愧疚。更加绝望的是，工作并没有填满她内心的空虚，反而在梁子本就荒芜的精神世界里又拉开了一道口子。同时，这里也充斥着尔虞我诈。与她合作过的男演员表面好心前来安慰，实则就是想借机与梁子套近乎，好私下里继续发生那种肮脏的关系。为了一夜爆红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连着接了好几部戏，几乎每天都在忙于拍摄工作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回医院看望父亲。女人又一次从潮湿的春梦中醒来，可这次她心中却满是愧疚，因为忍受不了无性婚姻带来的寂寞，梁子毅然决然选择下海拍电影。然而因为忙于拍摄，女人错过了见父亲的最后一面。她后知后觉地赶往医院，可病床上的父亲早已没了呼吸。姐姐跟母亲跪在病床前嚎啕大哭，她仿佛也因此找到了情绪宣泄口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哭自己的不孝，也哭自己的不幸。晚上回到家里，梁子才从荒唐的想法中走出来。她将丈夫拉回房间，坦白了自己下海拍摄的秘密。男人听后感觉天都塌了，片刻过去却并没有发火，而是主动向妻子道歉。然而这种宽容大量，在梁子看来却是无能和懦弱。她绝望地质问丈夫为什么不动手打自己一顿，但换来的只有沉默。一切看似回到了正轨。第二天起床后，他们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一起前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。但实际上，这段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与梁子截然不同，这个名叫美惠的女孩，则是主动下海当演员。她背井离乡，来到东京上学，为了赚钱过上高质量生活，竟瞒着家里私自退学下海。这份工作对美惠来说是赖以生存的手段，所以她并不会对此感到羞耻，总是拿无所谓的面孔敷衍别人，欺骗自己。殊不知这里只是没有认识的人，她当然不会在意。但很快一通电话就将她拉回现实。母亲问她是不是已经在东京找到工作了，因为美惠已经好长时间没向家里要生活费了。她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，最后只能以上课为由连忙将电话挂断。可老家的母亲却放心不下，带着妹妹前来东京看望。在打听住址的时候，他们从邻居口中得知了有关美惠从事不雅工作打的消息。妹妹对此充满鄙视和嘲讽，母亲却始终不肯相信，并一再询问女儿，直到美惠亲口承认这一切，她才彻底死心。女大学生第一次下海拍电影，不仅在镜头面前赢得了导演的赞许，还凭借着高超的表情管理积攒了大量粉丝。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人气火爆的同时，家里的父母很快便得知她的工作。母亲带着妹妹前来看望，有意让美惠辞去这份工作，继续回到校园里读书。女孩不肯，一气之下丢下母亲和妹妹来片场工作。拍摄途中不慎在泳池里昏迷，幸运的是工作人员及时发现，将她送到了医院。这种经历生死的感觉让美惠幡然醒悟，开始珍惜原本失去的一切，包括亲情和爱情。回到家里，母亲和妹妹已经离开，只留下桌上的一张字条。美惠看完追了出去，一路来到车站，母亲主动握住了她的手，用温热的掌心为女儿取暖。虽然女孩最终没有回家，但她从母亲那里获取了寻求幸福的勇气，也找到了
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第3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阿玲，她的母亲是一位长期混迹在演艺圈的启蒙老师，因为一时恋爱脑就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也因此断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孩子生下来以后变得一无所有，女人只好退出圈子回家养老。虽然已经尽力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但纸还是包不住火。她从事风俗产业的事情开始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这也导致阿玲从小就遭受同学们的嘲讽与谩骂，导致她性格自卑，行为懦弱。然而越是这样，就越容易受人欺负。同学们不知从哪找到了母亲曾经出演过的电影，未经允许就发布在校园网上。阿玲一时间接受不了，当场晕倒。一位爱慕她的男同学追上去关心，阿玲却自暴自弃地亲了上去，还故意打开领口的扣子，徘徊在堕落的边缘。这天，女孩突然接到一个消息，素未谋面的父亲将不久于人世，母亲希望她能前看对方最后一眼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男人就是第1个故事中梁子的父亲。不知是血脉相承还是巧合，阿玲与父亲喜欢的画家竟是同一个人。她突然哭得很伤心，觉得都是眼前这个陌生男子才让自己的人生这么悲惨。梁子则拉着女孩一起躺在木板上，聆听外面的雨声。无论生活有多喧闹，大自然总是不吝啬赐予他们片刻的宁静。故事到此结束。